美国使出了怎样一套组合拳？专家为何要提醒美国注意中俄两国外长会晤上的一句话？根据俄罗斯媒体于4月5号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法案，使得他能够在2024年任期结束后继续竞选总统。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普京就是他们心目中最佳的总统人选。在面对美国的一再刁难下，是普京带着俄罗斯迎接着一项项挑战，同时还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也可以说，这项法案的签订差不多就意味着普京的连任已经定下来了。对于中国而言，普京的连任自然是好消息。在面对美国的一再打压时，中国迫切的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俄罗斯正是这条统一战线中最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但是对于美国而言，这绝对就是一个坏消息了。俄罗斯对于美国而言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对手，这一方面是因为俄罗斯所拥有的强大核武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强硬手段和强大能力，使得美国在与俄罗斯的斗争中没能占到便宜。因此，于美国而言，等到普京任期结束，换一个好对付些的人当总统，明显要好得多。如果普京再当15年俄罗斯总统的话，美国必然是非常苦恼的，且他们苦恼的事情很快就成为了现实。俄罗斯在美国打压中国和俄罗斯的关键时刻，不但决定了普京的连任，还联合中国对美国使出了组合拳。同样是4月5号，据俄罗斯媒体的报道，俄罗斯副外交部长表示，俄罗斯认为美国经济政策的可预见性在下降，因而俄罗斯认为美元不再那么可靠，认为应该在交易中减少使用美元。这无疑是对美元世界发出的重重一拳。俄罗斯副外长还表示，他们认为各国在交易中应该都扩大使用本国货币，而不是美元。而早些时候，俄罗斯外长也提出过，由于美国的一再制裁，俄罗斯正在考虑用别的货币来取代美元。美元代表的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对美元重拳出击，相当于就是对美国下战书了。要知道，伊拉克、叙利亚和利比亚正是由于发出去美元信号，才遭到了美国的打击，各国也因此都避讳讨论这个话题。如今，俄罗斯却公然提出要弃用美元，还呼吁其他国家这么做，对美国就是明面上的挑衅了。这一击不算完，俄罗斯的组合拳还有后招。一方面，在委内瑞拉提议下，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的17个国家的反制裁联盟成立了；另一方面，中俄也在加强和伊朗的关系。俄罗斯这一套组合拳下去，底气当然也是因为如今和中国的紧密合作。专家也特意提醒美国不要忘了一句话，那就是中俄外长谈话所说的合作无上限。如果美国仍一意打压中俄两国，注定就会走向悲惨结局。牛鄂礁之后，中菲再起争端，解放军追赶飞船只，亮相一利器，比航母还管用。在3月中旬，菲律宾突然公开指责至少220艘中国船只停靠在牛鄂礁附近，菲方主张该海域属于其专属经济区，并怀疑这是海上民兵。菲律宾多位高官更是轮番上阵，强硬喊话中国，牛鄂礁局势越炒越热。在这种情况下，菲律宾又透露一个重磅消息。近日，菲律宾广播机构 ABS-CBN 声称，该机构记者曾以查看菲律宾渔民生计是否受中国影响为名，租用一艘菲律宾渔船，在菲律宾西部岛屿省份巴拉望附近的地点，却被解放军2艘载有导弹的船只驱赶。这是首次记录到针对民船的军事活动。菲律宾试图淡化为何中国船只要追赶的原因，实际上载着该电视台记者的船只试图闯入我南沙仁爱礁，然而登上礁上搁浅的那艘破烂的菲律宾登陆舰马德雷山号。菲律宾曾以船底漏水为由，搁浅赖在中国仁爱礁附近，虽然已经破烂不堪，但仍有士兵在舰上。这次这家电视台记者就是想去采访舰上军人，不赶你赶谁？该媒体声称，中国船只发送广播并追赶我们机构船只长达1小时，距离非常近，甚至能看到中国海警船的编号5101。随后中国船只离开，但另外2艘022型导弹艇出现，接替监视。很多人对现在出现在对峙现场的海警5101比较熟悉，而这次比较值得关注的是022型导弹艇。022型是世界上首款采用高速穿浪式艇设计的导弹快艇，早在2009年就有至少80艘服役了。但是随着我国新锐区护航大批量服役，022导弹艇也不需要到前沿执行反舰作战，而022导弹艇似乎开始不被重视。022导弹艇虽然吨位小，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隐身化设计的主桅上装备了搜索雷达、航海雷达、数据链系统，舰桥顶上还有光电射控系统。此外，它的航速高达50节，可以说在南海就没有它赶不上的船。而它的火力更是丧心病狂，除了小口径自动化炮塔、4连干扰弹发射器外，
还能装8枚鹰击83反舰导弹，都相当于某些国家一艘护卫舰的火力了。如果用上群狼战术，在南海维权比航母还管用。目前南海局势持续紧张，我国海警船任务繁重，而022导弹艇终于找准了自己的定位。而这次海上维权行动，022导弹艇以一种意想不到的形式向外界宣告：我回来了。辽宁舰是在哪里和美军军舰碰面了？这一次辽宁舰是如何向世界证明实力的？根据媒体4月10日的报道，中国海军的辽宁舰与美国海军的一艘驱逐舰有了近距离接触，当时2艘舰船都位于菲律宾海上。这则消息的曝光是由于美军海军官方所发的一张照片，照片旁边他们特意还批注了这张照片是于4月4日在菲律宾海拍摄的。这艘与中国辽宁舰近距离接触的美军军舰是马斯廷号驱逐舰，它隶属于美军第15驱逐舰中队。这个美军第15驱逐舰中队就是美军海军最大的驱逐舰中队，同时还是美国第7舰队的主要水面部队。照片上的2名美军军官当时就正在导航室中观察和中国辽宁舰的接触情况。照片上可以清楚看出，当时美军的马斯廷号驱逐舰正和中国的辽宁舰并排行驶，2艘舰船相距不远。美军这边甚至能看得清辽宁舰的舷号和舰载机。从美军这次紧张的态度可以看出，美军对于辽宁舰的忌惮心。然而中国辽宁舰的派出，一方面是正常训练无可指摘，一方面也是在美军压迫下做出的应有反应。在美军频频派出军舰军机的情况下，辽宁舰出现在太平洋海域进行训练，就被外国专家们认为是在向美军和日本证明实力。而这一次辽宁舰也成功向世界证明了实力。要知道，这一次进行训练的辽宁舰编队的规模是它多次远海演练规模中最大的一次。据欧洲相关人士的粗略统计，辽宁舰编队这次6艘舰艇上各种导弹发射器的总数大约超过了400枚，比起德国海军舰艇所有导弹发射器搭载总数还要多。这样强大的军事实力当然又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讨论。美军那边就有所表示，抹黑中国派出辽宁舰编队训练的行为是在搞恐吓和胁迫。然而这顶实际上属于美军的帽子，中国是不会戴的。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外交部就有所回应，美军这样的话是根本不成立的。中国舰队只是在维护中国的国防，是美军大老远跑来在威胁台海的和平稳定，竟然还倒泼脏水。中国海军的舰队又没有去墨西哥湾，怎么能说是对美军耀武扬威？且美国将近250年历史，只有16年没有打仗，在海外都拥有800多个军事基地，穷兵黩武到底是哪个国家？心里都没点数吗？这一次辽宁舰与美军舰近距离接触，美军也大可不用恐慌，不是美军主动挑衅，中国也不会有所动作。但是如果美军执意挑起矛盾，中国航母战斗群的能力也不是白摆在那里的。